如果是让你设计一个游戏 NPC， 你会怎么做呢？假设这是一个最简单的士兵，平时站岗，看到玩家就追，距离足够近就攻击，血量太低就逃跑。听起来似乎并不复杂。那么最简单的方法是什么呢？答案其实非常直观，给他几个状态：站岗啊、巡逻、追击、攻击、逃跑，然后根据不同的条件不断切换。如果玩家进入视野，从站岗就会切换到追击；如果进入攻击距离，从追击就会切换到攻击；如果血量太低，攻击就会切换到逃跑。恭喜你，你已经设计出了游戏历史上最经典的 AI 之一——有限状态机。从 FC 时代到今天，无数游戏都在使用类似的逻辑，因为对于计算机来说，这是一种极其高效的思考方式。它不需要理解世界，也不需要真正的思考，它只需要知道现在是什么状态，下一步该切换到什么状态。就好像你早上被闹钟吵醒，收拾收拾就上班了，其实中间的过程几乎不用动脑子，但似乎也有了自己的行为逻辑。问题似乎解决了，但很快新的问题出现了。假如你的 NPC 不再是一个只是站岗的士兵，是一名训练有素的士兵，他需要和你配合，寻找掩体、呼叫支援、投掷手雷、切换武器、掩护队友、撤退、包抄等等等等。这个时候你会发现，哇，状态越来越多，状态之间的连线也越来越复杂。原本几条线就解决了问题，逐渐变成杂乱无章的蜘蛛网。程序员开始崩溃，策划也开始崩溃，因为他连自己都不知道，这个状态究竟从哪里跳过来。就好像某些球类游戏中令人捧腹大笑的 bug。于是，游戏开发者开始思考，有没有一种方式能够让 AI 的行为更加清晰？这样不仅我能一眼看懂，还能随时修改。于是，行为树诞生了。与其让所有状态互相连接，不如给 AI 设计一棵树，先判断状态，然后再确认。面对敌人，这棵树会依次让 NPC 尝试，先开枪射击，如果没子弹 ，NPC 会报告失败，那就找掩体。NPC 开始跑动，并一直报告正在执行中，这就是行为树最牛的地方。只要动作还在执行中 ，NPC 就不会像无头苍蝇一样乱切换状态，而是专注把手头的事做完，直到报告成功或失败。每一个决策就像树枝一样，不断的向下分叉。相比有限状态机，行为树最大的优势并不是更聪明，就是让 NPC 像是在连续稳定的思考。于是，从光环到使命召唤，大量的现代游戏开始采用行为树，而且在图形化界面中，行为树像流程图一样简单易懂，其大地降低了团队合作和维护的门槛。但这套看似完美的系统仍然有它的局限。问题解决了吗？并没有，因为无论是状态机还是行为树，都有一个共同的问题：他们的所有行为本质上都是开发者提前写好的。AI 不会思考，它只是在执行剧本。玩久了之后，很容易发现规律，敌人永远会按照固定的流程行动，固定的情况扔手雷，固定的情况冲锋，就好像一个背台词的演员，看似聪明，实际上每一步都是被安排好的。于是开发者又提出了新的问题：如果我们不告诉 AI 应该做什么，只告诉它目标呢？比如活下去或者保护队友，剩下的过程让 AI 自己规划。于是 GoUp 诞生了，目标导向行动规划。开发者不再告诉 AI 先跑到桌子后面再开枪，而是告诉它活下来，然后 AI 自己思考哪里有掩体，哪里有武器，哪里适合攻击。最著名的例子就是费尔。很多玩家第一次觉得这些敌人好像真的在思考，会包抄，会压制，会寻找角度，仿佛拥有真实的智慧。然而开发者很快发现，新的麻烦又来了。AI 确实开始规划了，但是规划过程越来越复杂，调试难度也越来越高，有时候连开发者自己可能都不知道 AI 为什么会做出某个决定，那更别说怎么修改了。于是另一条路线出现了，既然人类每天都在权衡利弊，那么为什么不让 AI 也这样呢？我饿了、累了，我害怕，我想睡觉，哪种欲望最强，就优先满足哪种欲望。这便是效用 AI， 它不再关注固定的流程，而是不断的计算此时此刻什么事情最值得做。模拟人生系列正是这种设计思想最经典的代表。冰箱不断的发出广播，我能提供50点饱腹感，距你5米，同时床也在不断的发出广播，我能提供100点体力，距你10米。但是我的沙发说，我能提供80点体力，距你1米，所以我的角色睡在了沙发上。看看是不是不仅聪明了，而且更省计算资源了呢？当你解决了一个问题，又会产生新的问题。效用 AI 也是一样，它最大的优势在于 NPC 终于开始有了自己的欲望，他们会根据饥饿、疲劳、恐惧、社交需求不断调整行为。在模拟人生中，角色不会傻傻的站在原地等玩家下达命令，他们会主动寻找厕所，主动睡觉，主动和邻居聊天，看起来似乎非常接近真实生命，但问题也随之而来。这些欲望依然是开发者提前写好的。 AI 看似自由，实际上仍然生活在一个精心设计好的笼子里。它并不知道什么叫快乐，也不知道什么叫悲伤，更不知道什么叫未来。它只是不断计算哪个数字更高，然后执行对应的行为。于是开发者开始思考新的问题：如果 NPC 不仅能够做选择，
折，还能学习呢。90年代，一个叫做《黑与白》的游戏出现了，在这款游戏中，玩家扮演神明，你的宠物怪兽会观察你的行为，如果你经常奖励它，它会重复这些行为；如果你经常惩罚它，它会逐渐远离这些行为。这或许是许多玩家第一次接触到学习型 AI。虽然今天看起来依然非常简单，但它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方向 ：AI 或许不应该只是执行规则，而应该能够改变规则。遗憾的是，那个年代的硬件性能根本无法支撑真正复杂的学习系统，于是游戏 AI 的发展再次回到了设计师能够控制的方向。到了2008年，另一种有趣的 AI 出现了——求生之路。与其说它创造了更聪明的僵尸，不如说它创造了一个聪明的导演 AI Director。AI 导演系统，它不直接控制怪物，而是在观察玩家。如果玩家连续战斗太久，它就会减少敌人的数量，让队伍获得喘息的时间；如果玩家过于轻松，它就会提高压力，制造特殊感染者，制造紧张感。而有趣的是，这里的 AI 已经不再是演 NPC， 而似乎是在扮演开发者。它开始思考如何能让玩家获得更好的游戏体验，这其实已经非常接近现代 AI 设计思路。因为真正重要的从来不是 AI 有多聪明，而是玩家是否觉得它聪明。机器学习开始逐渐进入游戏领域，这一次开发者终于有了足够强大的计算能力 ，AI 开始能够从海量的数据中寻找规律，而不再是完全依赖人工编写规则。2016年 ，AlphaGo 击败围棋世界冠军，让无数人第一次意识到 AI 已经不再是游戏里的 NPC， 它开始学会在复杂环境中做决策。虽然 AlphaGo 本身并不是游戏 AI， 但它向整个世界证明机器可以通过学习获得超越人类的能力。于是，越来越多的游戏开发者开始幻想，如果这种技术进入到游戏会怎样？答案很快就出现了，大语言模型，也就是今天大家所熟悉的 AI 聊天机器人。与过去所有游戏 AI 最大的区别在于有限状态机啊、行为树啊、效用 AI 等等，本质上都属于同一种东西——规则系统，它们只是复杂程度不同。而大语言模型第一次展现出了另一种可能，它不再依赖开发者提前写好的每一句话，而是能够根据上下文动态生成对话。这意味着 NPC 终于有机会摆脱固定的剧本。过去的 NPC 通常只能回答欢迎来到村庄，而未来的 NPC 可能会记住你昨天说过的话，记住你帮助过谁，甚至记住你曾经欺骗过他。于是，一个困扰游戏行业数十年的梦想再次被点燃，真正拥有智慧的 NPC 似乎终于要来了。而现实总会告诉我们，每一种技术都只是解决了上一个问题，同时会创造出新的问题。语言模型会胡说八道，也会遗忘信息，也会产生逻辑错误，会消耗惊人的算力，它仍然距离真正意义上的智能十分遥远。回头来看，游戏 AI 的发展史从来都不是人类不断让 AI 变聪明的历史，而只是人类不断解决上一个 AI 留下的问题，不断的满足自己的需求而创造的。有限状态机解决了 NPC 不会行动，行为树解决了状态机过于混乱 ，GoUp 解决了行为树过于死板，效用 AI 解决了 AI 不会权衡利弊，大语言模型试图解决 NPC 缺乏真实交流的能力，而未来一定会出现新的 AI 技术去解决今天的大语言模型所遗留下来的问题。因为智能从来都不是一个终点，更像是永远不会结束的一场赛跑，而游戏恰恰是这场赛跑最有趣的试验场。